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。春晚上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，让很多人知道了可可托海这个名字，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，可可托海其实不是海，甚至也不是湖。在蒙古语中，可可托海是蓝色的河湾意思，而在哈萨克语中，可可托海是绿色的丛林。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可可托海。离开了禾木，选择了拼车加客运车的形式。从禾木拼车出来，大概150元可以到周边的小城，然后坐客运车到离可可托海最近的一个小县城富蕴县。富蕴县是一个非常干净美丽而又富裕的县城，带大家去夜市看一眼。现在是晚上10点多，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。夜市在河边，还挺热闹的。这是县城的额尔吉斯河。去可可托海几乎90%以上都是自驾过去的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坐公交去的方法，尤其适合一个人。公交车每天10点钟就在这个县宾馆门前，50公里的路程，每个人只需要1块钱。显然这是一个公益的旅行大巴。这个大巴每天10点钟出发，如果人多一定要提早去排队。当然如果没有座位，也可以在旁边的客运站35元一位拼车可以去可可托海。这是进入可可托海的隧道，路边写着功勋矿山震撼之旅。可可托海景区是一个5A 景区，由4个景区构成，其中绝大部分人去的都是额尔吉斯大峡谷景区。旅游大巴停到了这个地方，这里是3号坑，可可托海著名的一个景点。没有选择直接去3号坑，而是打车先去了可可托海景区。这里没有常规的出租车，一起拼车去景区，每个人10块钱，大概5公里。现在到了可可托海的额尔吉斯大峡谷景区。这个额尔吉斯大峡谷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可可托海景区。其他几个构成部分很少人去。穿过游客中心前面买票，每个人126，包括里面2段距离不短的景交车。现在刷身份证进去，首先要坐景区的交通车。第一段景区的交通车大约开30-40分钟。整个景区里都是沿着额尔吉斯河行进，沿途经过了一些景区宣传册的景点，但是不停。比如远处的这个夫妻树，还有像宝石沟这样的地方都不停。可可托海最美的季节是秋季，看这些植被就知道了。秋季都是遍地彩林。汽车开了将近40分钟，前面到达了第一个终点站。
可可托海，这个就是可可托海的额尔济斯大峡谷，下面流动的是额尔济斯河，是不是和你想象的可可托海完全不一样？从这里开始徒步 1.5 公里，这个位置是可可托海里最著名的一个景点神中山。河上有座桥，这个就是神中山，像一个倒扣的大钟。可可托海算是一个地质公园，这里有很多巨大的石头，其中这个神中山最为著名。欣赏神中山一定要在对面的山上去欣赏，这是对面的栈道。可能这里团队游客居多，很多人时间非常紧张，并没有爬上来。其实走这个栈道只需要半个多小时，所以到可可托海一定要这个角度去看神中山。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心现在开始下山，可以在河边嬉戏，感觉出来了吧？可可托海不是海，可可托海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，蓝色的河湾。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。欣赏完神中山，继续往前步行，前面继续乘坐景区交通车，还要大概开6-7公里的样子。这一段路程不要徒步，就坐车过去。10多分钟到达了景区车的第2个终点。这一段河流很漂亮，峡谷里有很多栩栩如生的巨石。这个是骆驼峰，这个确实像，这个是象鼻峰，像不像大象的头？尤其是眼睛和鼻子太像了。这个是神鹰峰，这个是人头马面，应该是一个人的侧脸。前面还要徒步1公里左右，挺好的这块风景。每个石头旁都有一个标识牌，这个是诺亚方舟，像一个船的形状。这写着羊羔泌乳，应该是小羊羔在喝奶，看看像不像？这片景点的山川河流树木也是很美的。美丽的额尔济斯河，这条河也是中国唯一一条流向北冰洋的河流。这个大峡谷景区的终点有一个瀑布，就是这个瀑布，但名字记不住。这里也算是边境地带，离边境比较近。
从这里往前的峡谷就不让进入了，再往前走就应该是接近蒙古的地带了。整个可可托海大峡谷景区至少浏览5个小时左右。结束了大峡谷，继续打车回到了3号坑。3号坑是国家的功勋之地，天伦。这里从49年到74年开采了大量的稀有金属。看一看这个3号坑。哇！3号坑里开采过多达几十种的稀有金属，为国家的2弹1星、航空事业，还有当时偿还苏联外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现在坐景区的交通车到矿坑里参观一下。这个3号坑的门票和车票一共80元，虽然贵点儿，就当为国家做点个人贡献了。把衣服都穿好。这是阿依果孜矿洞，里面非常冷，几乎只有2-3度。这个3号坑2017年开始可以参观。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下一首赞歌。里面展示了这里出产的各种稀有金属。一座高山，我歌唱每一条。据说这里出产的金属在60年代曾经偿还了苏联40%多的外债，高达上百亿元。这是矿洞里当年运送的轨道，这里有非常多矿工的感人故事。这就是他们当时1天的伙食。就这么如约而至的完成了这8周采集矿石开采，交付给了中央，就认为中国首先和的制造，提供了咱们这个铯、锂、铍、坦尼这4部分，最容易得一种职业病就是尘肺病啊。好，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就往前走了。这些矿工英雄们，很多人寿命都不长。当然，现在矿工的待遇大大改善了。目前这里的矿坑处于封闭状态，作为战略储备。这如果是真是在山洞里发现这个，我就以为我得到宝了。阿里巴巴啊！整个3号坑的参观时间大约1小时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坐1元大巴过来的，记得6点钟发车，5点多就要往回赶。如果错过了这个大巴，只能自己找车拼车回城了。这个就是回富蕴县的大巴，6点钟发车。怎么样？这个1元钱去可可托海景区1日游的攻略如何？还有，记住，可可托海不是海。明天去乌鲁木齐和自驾的伙伴会合，开始环天山之旅。今天离开了和睦村，原计划还想去白哈巴村，不过真的感觉有点审美疲劳了。我们决定提前前往可可托海。从和睦到可可托海大概也要500多公里。我觉得这个小羊羔最可爱。一路上也遇到一些特别的风景。
这个晚霞中间露出一柱红光。晚上住在了富蕴县。小城的夜景不错。这就是额尔齐斯河。河边的广场，跳舞的人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不过这里的夜市非常的冷清。本来大家还想在这儿吃点烧烤，一看都没人就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前往可可托海，途中经过了可可苏里。这个可可苏里的意思就是蓝色的湖，门票28元。其实这个可可苏里也是可可托海大景区里的一部分。作为5A 级的可可托海景区，其实包含了5个景区。绝大部分人去的可可托海景区其实是额尔齐斯大峡谷景区。而可可托海的其他几个景区，很多人都没有去过，包括这个可可苏里。这个季节，湖边的草花都没了，有点凄凉的感觉。这里更像一个受保护的湿地。一般来这个可可苏里的都是自驾的人。整个景区的面积不算很大，围着湖边转1个小时足够了。这里应该夏天更加漂亮，旁边有一片花海，现在都凋落了。有些游客在湖边拍照、拍倒影。加油加啊！往前去啊！远处还能看到雪山。这位拍照的女士很能摆姿势。湖面上还有座浮桥。宁静的湖面，还有山的倒影。从空中看一看这个可可苏里。在可可苏里停留了将近1个小时，我们继续前往可可托海。前面这个是可可托海隧道。功勋矿山雪域之旅。前面到达了可可托海的3号坑，这里也是国家地质公园。可可托海稀有景区，这里的3号坑也是可可托海大景区的一部分。我6月的时候也进去过这个矿坑，也发了一期视频。
尤其听导游讲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事迹。这次我没有进去，同伴用无人机从上面飞了一下这个3号坑，非常大。这个是3号坑前的一个纪念碑。门前有很多卖石头的，最贵了吧？这一块最贵。这个确实好看。这16石。为什么叫16石呢？重啊！这也是当地的。哦，这都是有含金属的是吧？对，它这个加工成这个。这个也挺好看的。这是国画石。什么化石？绿宝石。这什么化石？国画。国画啊。国画，它这个和这个一样，山水画。山水画啊，像一幅像一个国画。对，自然的。继续前往可可托海。其实昨晚我们住的酒店老板还说我们可能来早了，可可托海的树还没有变色。不过来到这里，发现树还是有不少黄叶，所以感觉景区里的树应该也变色了。这路边的景色也挺美的，这个也应该是额尔齐斯河吧。看这里的景色多美。我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进去可可托海景区了。我6月的时候来过可可托海，也拍了一期视频，当时有几百万人观看了那期视频，感觉还挺好的。而9月才是可可托海最美的季节，因为拍摄的视频时间较长，将放在下一期给大家播放。先放几个片段，让大家先睹为快。这里是新疆金秋时节的可可托海，这是我继今年6月之后再次来到可可托海。可可托海不是海，在哈萨克语中，可可托海是绿色的丛林，而在蒙古语中，可可托海是蓝色的河湾。早晨从富云县开车1个小时到达了这个可可托海景区。景区入口有一个飞来峰，坐景区交通车2分钟就到达了这片白桦林。这个可可托海的额尔齐斯大峡谷长约70公里，峡谷里有一条与众不同的河——额尔齐斯河。这条河也是我国唯一一条最后注入北冰洋的河流。可可托海最好的观赏季节是每年的9月底10月初，因为峡谷里生长着白桦树、青松和云杉，所以秋天非常美。现在继续坐景区的交通车。这就是夫妻树，途经一个网红树，名叫夫妻树，
在很多可可托海的照片里可以看到这两棵树。现在响起的音乐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。坐景区交通车，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。景区交通车大约乘坐28公里。现在已经满眼秋色了。现在到了景区交通车的中转站。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。据说这条河里发现过很多稀有的珍贵元素，溯源而来，最终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举世闻名的3号矿坑。从这个停车点往前徒步1-2公里，可以欣赏一个神中山，就是前面看到的这个巨石。神中山下有2座桥，这是个网红桥。这座巨石相对高差达到300多米。悠悠驼铃声声响起，我知道那因为形似一座钟，所以被形象地称为神中山。神中山的对面有个观景的栈道，栈道上有观景台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神中山。神中山的表面既圆润平滑，又十分陡峭，这是因为受可可托海极寒的风化作用。曾有记录，这里最低温度是-60度，是中国的第2寒极。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给力，白桦树在阳光的映衬下金灿灿的。这座山上的栈道爬上来的游客很少。这颗巨石和这个树被称为长相依，好像是这个树拦截着这个滚落的大巨石。下了山继续往前走。可可托海是5A 级景区，这里不仅是一条峡谷，而且是世界罕见的奇迹。这里的花岗岩都是距今2亿多年前的。现在秋色正好，峡谷里美极了。碧绿如宝石的额尔齐斯河。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这段河湾非常美，这又是一块象形的巨石，追你1万年。2只海龟，一个回头望，一个往前追。前面这个是小钟山，河两岸都是连绵的花岗岩山峰。因为这个峡谷比较长，景区交通车都是分段设置，既可以坐车游览，也可以徒步前行。从瀑布沟往前有6公里的车程，这6公里真的太漂亮了。
有点可惜，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徒步这6公里。路上也零星看到了几个徒步的人。现在正是可可托海最佳的赏秋季节，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在这里玩一整天，我建议可以在这段路程进行徒步。这段路程慢慢的在河边走，1个多小时足够了，几乎可以说是这个峡谷里的精华。据说以前这座峡谷里还能遇到转场的牧羊人。车开了将近10分钟，前面又可以继续徒步了。这边的峡谷里有更多的巨石，这个像神鹰，这个是人头马面。这块黑色的巨石像泰坦尼克号。感觉今天是整个北疆赏秋之旅天气最好的一天。又看到了这个山洞里的羊羔泌乳，真的很形象。一路上各种巨石林立，绿色的丛林与河湾，山上的白桦林，好一幅美丽的秋色画卷。这块巨石像是猪八戒天蓬元帅，看那个凸起的猪鼻子。这里是峡谷的徒步终点，喀拉卓勒瀑布，前面就是边境地带了。现在的瀑布水流比较小，有不少人下到了河边儿。确实感觉金秋的可可托海比6月更美。最后欣赏下从空中拍摄的可可托海额尔齐斯大峡谷。